你一定听过这个故事，商纣王提诗亵渎女娲，娘娘盛怒之下派出千年狐狸精附体妲己，断送了成汤600年江山。可等到任务完成，女娲却翻脸不认人，亲手把妲己绑去周营斩首，典型的兔死狗烹，圣人无情。但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细节，就在妲己被押上法场，刀架在脖子上的前一刻，她只喊了一句话，远在天外的女娲娘娘竟然瞬间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你真的以为女娲是特意赶来灭口的吗？错了，恰恰相反，她是被逼的。妲己喊出的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，直接捅穿了女娲藏了28年的秘密。如果她晚来10秒钟，整个封神大局，甚至女娲的圣人身份都可能彻底崩塌。今天咱们就扒开《封神演义》最细思极恐的暗线，看看轩辕坟三妖的结局到底藏着多少圣人的算计与肮脏。先给大家复盘一下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表面剧情。故事的开端是殷商末年3月15，纣王帝辛带着文武百官去女娲宫进香。本来是一场例行公事的祭祀，结果纣王抬头看见女娲圣像，惊为天人，当场就飘了，提笔在宫殿粉壁上写了一首诗。诗的最后2句是但得妖娆能举动，取回长乐弑君王。说白了就是这女神长得真好看，要是能陪我回皇宫就好了，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。女娲娘娘当天去火云宫朝贺伏羲、炎帝、轩辕3圣回来，刚进殿就看见墙上的诗，当场气得柳眉倒竖。她是什么身份？上古正神，炼石补天的人类之母，享受万民香火，竟然被一个人间帝王当众调戏，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？她当时就驾起青云，直奔朝歌，要给纣王一个报应。结果飞到半空中，被2道红光挡住了云路。低头一看，原来是纣王的2个儿子殷郊、殷红正在宫里行礼，头顶上冒出的红光护住了纣王的气运。女娲掐指一算，才知道成汤天下还有28年气数，自己现在不能硬来，否则就是违背天命。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办？娘娘有的是办法，她回到行宫，叫童儿取来金葫芦，放出招妖幡。霎时间天下群妖云集，女娲挑挑拣拣，最后只留下了轩辕坟里的3个妖精：千年狐狸精、9头雉鸡精、玉石琵琶精。她当着3妖的面下了一道密旨：成汤旺气黯然，当失天下，凤鸣岐山，西周已生圣主，3妖可引其妖形，脱身宫院，祸乱军心，其武王伐纣，以助成功，不可残害众生。事成之后，使你等亦成正果。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。千年狐狸精借着苏护献女的机会，附在了冀州侯苏护的女儿妲己身上，跟着进了朝歌宫。从此之后，纣王像是换了个人，每天沉迷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妲己说往东他不往西，妲己说杀谁他就杀谁。先是设计害死了姜皇后，逼走了武成王黄飞虎，然后发明跑落酷刑，把忠臣梅伯烫得尸骨无存，又挖了菜盆，把数百个宫女扔进去喂毒蛇，为了验证圣人心有七窍，硬生生剖开了比干的胸膛，挖出7窍玲珑心，甚至为了好奇孕妇肚子里是男是女，当街抓人剖腹验胎，冬天敲碎老人的腿骨看骨髓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惨绝人寰。好好的成汤江山被搅得乌烟瘴气，民不聊生。800路诸侯反了一半，西岐武王在姜子牙的辅佐下正式起兵伐纣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打了几十年，终于兵临朝歌城下。纣王见大势已去，穿上帝王礼服，在摘星楼自焚而死。统治了600年的殷商王朝就此落幕。而妲己3妖呢，眼见靠山倒了，赶紧收拾金银细软，趁着夜色逃出朝歌。结果刚跑出去没多远，就遇上了杨戬、雷震子维护3员大将围追堵截。3妖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掉，正慌不择路的时候，女娲娘娘驾着青鸾正好挡在了他们面前。3妖像是见了救星，赶紧跪下磕头求救，说娘娘当初派我们去的，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求娘娘救我们一命。结果女娲脸色一沉，叫碧云童儿拿出缚妖索，当场就把3个妖精绑了，扔下一句：你等无端造孽，残害生灵，理当正法，转手就交给了杨戬，押回周营让姜子牙处置。最后在周营法场，雉鸡精和琵琶精顺利被斩首，
轮到妲己的时候，行刑的军士被她的美色迷得骨软筋酥，连刀都举不起来。姜子牙没办法，只好请出路牙道君留下的斩仙飞刀，一道白光闪过，妲己才身首异处，彻底殒命。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印象里的故事。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：妖精贪心不足，办事越界；圣人秉公执法，兔死狗烹。千百年来，大家都骂妲己祸国殃民，也都感慨圣人无情，用完就扔。可如果你真的把《封神演义》前后对照着读，把每一个细节都抠出来，就会发现这个故事里全是漏洞，全是不合逻辑的反常。每一个细节都在告诉你，事情绝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。第一个最反常的疑点就是女娲的出场时机和出场姿态。咱们先算一笔账，女娲娘娘在整个《封神演义》里一共才出场几次，满打满算4次。第一次是第1回派3妖下凡，第2次是第92回帮杨戬抓眉山7怪里的金大生，第3次是第93回用山河社稷屠秦袁弘，第4次就是第97回拦路抓3妖。发现规律了吗？前2次出手都是因为杨戬真的搞不定。袁弘是什么水平？和杨戬一样，会8九玄功，72变，刀枪不入，打了好几天不分胜负，杨戬根本拿不住他。金大生也厉害，腹中能吐出牛黄，杀伤力极强，周营好几员大将都栽在他手里。这种级别的妖怪，杨戬搞不定，请女娲出手，合情合理。可妲己3妖是什么水平？3个加起来都不够杨戬一个人打的。千年狐狸精听起来厉害，实际上在封神世界里根本排不上号。杨戬是玉虚宫3代弟子第1人，练过8九玄功，身边还有哮天犬，打一个千年狐狸精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再加雷震子和韦护，3个人追3个妖精，纯属猫捉老鼠，手到擒来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既然杨戬自己就能搞定，女娲为什么要特意跑一趟？他堂堂一个上古圣人，每天日理万机，还要去火云宫朝贺3圣，闲得没事干了，专门下凡来抓3个小妖精。他派个碧云童儿拿着缚妖索去一趟，不行吗？童儿出手，难道还拿不住3个千年妖精？更蹊跷的是，他出现的位置，原著里写得很清楚，女娲是阻住3个妖怪之路，正好堵在3妖逃跑的必经之路上。他怎么就这么确定3妖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跑？他怎么就刚好卡在杨戬追上的前1秒出现？早1秒杨戬还没到，他抓了3妖直接带走，没人看见；晚1秒杨戬就追上了，妖精已经被阐教抓住了。这个时间点，这个位置卡得简直分毫不差。这哪里是什么偶遇？这分明是早就蹲在这等了，专门等着杨戬快追上的时候再跳出来截胡。第2个疑点就是女娲给妲己定的罪名根本站不住脚。女娲抓妲己的时候，义正辞严地说了一番话：“使你断送应受天下，原是和上天气数，岂异你无端造业，残贼生灵，荼毒忠烈，惨恶异常，大服上天，好生之人。今日你罪恶贯盈，礼仪正法。”翻译过来就是：我让你去断送商朝是符合天命的，可谁让你滥杀无辜了？你罪大恶极，活该被砍头。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可仔细一琢磨，完全是强盗逻辑。咱们先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女娲派妲己去祸乱军心，目的是断送成汤600年江山。那光靠迷惑纣王，让他沉迷美色，不上朝，能把600年江山断送掉吗？根本不可能。成汤天下传了28代，根基有多深？满朝文武有比干、商容这样的托孤重臣，有文仲这样的百战老帅，有黄飞虎这样的郑国武成王，外面有800诸侯，大多都是商朝的忠臣。国家机器是完整的，官僚体系是成熟的，哪怕纣王天天不上朝，该运转还是能运转，就像后世很多皇帝几十年不上朝，国家照样没亡。如果妲己只是每天陪纣王喝酒唱歌，顶多就是朝政荒废一点，老百姓日子苦一点，要熬完28年气数，商朝才会自然灭亡。可封神大劫能等28年吗？当然不能。12金仙犯了杀劫，等着渡劫呢；三教共签封神榜，365位正神等着归位呢。阐教截教的矛盾已经激化到顶点了，必须通过一场大战来解决。大家都很忙，
没人有耐心等28年。那怎么才能让商朝快速灭亡？答案只有一个，让纣王彻底失去人心。怎么失去人心？就得做尽坏事，杀尽忠臣，让天下人都恨他，让诸侯都敢反他。炮烙、拆盆、挖比干辛、造露台、搜刮民脂民膏，这些事看起来是妲己恶毒，可实际上每一件事都在精准地消耗商朝的国运，每一件事都在加速武王伐纣的进程。换句话说，妲己做的这些恶，恰恰是完成任务的必要手段。没有这些暴行，纣王就不会众叛亲离；没有这些暴行，西岐就没有起兵的正义性；没有这些暴行，封神大捷根本打不起来。女娲是什么人？她是圣人，能掐会算，洞悉天命，她会想不到这些？她一句轻飘飘的不可残害众生，就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。可真要是严格遵守这句话，任务根本完不成。这就像老板给员工派任务，说你把这个项目拿下，注意别违规，可项目成了算你的业绩，违规被查了就是你自己的问题，老板概不负责。女娲玩的就是这套又当又立的把戏。第三个疑点，也是最核心的疑点，圣人的承诺怎么就成了一张空头支票？原著第一回写得明明白白，女娲亲口对三妖许下诺言，事成之后使你等一成正果，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在封神世界里，成正果是什么分量？对轩辕坟三妖这种没背景、没师门、没编制的三无野妖来说，这简直是逆天改命的机缘。妖精修炼有多难？1000年修行可能一场雷劫就灰飞烟灭了，没有仙籍就只能躲在坟里、山里，见不得光，随时可能被道士当成妖怪除掉。而成正果就意味着正式进入神仙编制，有了天庭的身份，跳出轮回，长生不老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。三妖为什么愿意拼了命的干，就是冲着这个承诺去的。不然人家好好在轩辕坟待着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凭什么要跑到朝歌去干这种掉脑袋的脏活？可结果呢？妲己三妖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，形神俱灭的下场，连封神榜的门槛都没摸到。封神榜上365位正神，连费仲、游魂这种奸臣都有位置，连飞廉、恶来这种小人都能封神，偏偏立下大功的妲己三妖连个名字都没有，这就太奇怪了。圣人是什么身份？言出法随，金口玉言。红军老祖说的话，三界都要遵守；元始天尊说的话，阐教弟子不敢不从。圣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，因为他们的话本身就是规则的一部分。如果圣人都能出尔反尔，那天道的威严何在？女娲就不怕败坏自己的威信，就不怕三界仙佛笑话她说话不算话？还是说这个正果根本就不是通过封神榜兑现的，她早就另有安排？第四个疑点就是三妖的逃跑路线和态度反常的离谱。朝歌城破，纣王自焚，三妖要跑路，他们最该往哪儿跑？正常人的思路肯定是回老巢啊。轩辕坟是他们的根据地，经营了上千年，地形熟悉，子孙众多，躲进去藏起来，杨戬再厉害，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。可他们偏偏不，他们不往南去轩辕坟，反而往北跑，往女娲行宫的方向跑。这是什么操作？主动送上门？三个活了上千年的妖精不可能这么没脑子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见到女娲的态度。按说他们违背了娘娘不可残害众生的命令，闯了大祸，见到女娲应该吓得瑟瑟发抖，赶紧磕头认罪才对。可他们没有，他们见到女娲的第一反应是理直气壮的求救，甚至还敢质问女娲：娘娘反将小畜复去，见姜子牙发落，不是娘娘出乎反乎了？出乎反乎就是出尔反尔的意思。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，相当于当面指责娘娘说话不算话。他们哪来的底气？如果他们真的理亏，真的擅自做了坏事，敢这么跟圣人说话吗？他们就不怕女娲一怒之下当场把他们打得魂飞魄散？这份底气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他们觉得自己没做错，他们觉得自己是严格按照娘娘的旨意办事，任务完成得很漂亮，娘娘理应兑现承诺，救他们一命。他们往北跑根本不是慌不择路，是主动去找女娲要说法，
要承诺去了，4个疑点摆在这里，整个故事的逻辑就全乱了。咱们顺着这些疑点往下挖，结合原著里的草蛇灰线，一点点还原真相，你就会发现妲己临行前的那一声喊，女娲的突然现身，背后藏着封神世界最肮脏的一笔交易。先给大家补一个关键背景，封神大劫从来就不是阐教和截教两家的事，也不仅仅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。它是3界高层的一次权力洗牌，是由红军老祖牵头，3教共同执行，火云宫3圣默许的天命大局。而女娲就是火云宫3圣在人间的代言人，是整个计划的深度参与者，甚至是推动者之一。很多人觉得女娲派妲己下凡就是为了报纣王提示的私仇，太小看她了。女娲是什么格局？炼石补天，拯救万民，她的心胸不可能这么狭隘。纣王那首诗确实冒犯了她，但这只是一个契机，一个让她名正言顺插手人间事务的借口。真正的原因是陈汤气数将尽，周朝当兴，这是天命。但天命归天命，落地执行需要有人干活，谁来干脏活？阐教要维持正道形象，不能亲自下场搞阴谋诡计，截教本来就支持商朝，更不可能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白手套，一个不用顾及民生，可以不择手段的角色，来快速搞垮商朝，激化矛盾，把封神大战彻底引爆。这个白手套就是妲己，而选中妲己，给她下达指令的就是女娲。所以从一开始，妲己就不是什么报私仇的工具人，她是整个封神计划里最关键的一枚暗棋，一枚注定不能见光的死尖。明白了这个大前提，咱们再回头看那句不可残害众生，就懂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任务要求，这是女娲给自己留的免责声明，是一句场面话。核心 KPI 只有一个，助武王伐纣成功，断送成汤天下。至于过程中杀多少人，用什么手段，只要没摆到台面上，女娲都可以假装不知道。妲己是个聪明人，她听懂了，她知道这趟差事本质上就是替圣人背黑锅。事情办得越狠，黑锅背得越重，任务完成的就越好。如果她真的老老实实听不可残害众生的话，那任务肯定完不成，最后反而会因为办事不力被处罚。所以她放开手脚干了，刨落、拆盆、挖心、剖腹，一件比一件狠，一件比一件毒。他把自己活成了天下第一妖妃，把纣王钉死在了暴君的耻辱柱上。他越坏，武王伐纣就越正义；他越残忍，阐教的形象就越光明。他用自己的千古骂名，换来了整个封神计划的顺利推进。这一点，女娲心里清清楚楚。她看着妲己做的一切，不仅不会生气，反而会很满意。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。那既然任务完成的这么好，女娲为什么还要抓他？为什么还要把他交给姜子牙斩首？因为任务有2个，第一个任务是搞垮商朝，第2个任务是消失。妲己这种角色是见不得光的。商朝灭亡了，封神大战结束了，新的王朝建立了，所有人都要论功行赏，唯独妲己不行，他知道的太多了。他知道女娲是幕后主使，知道整个伐纣大业是圣人布的局，知道太多见不得光的脏事。如果他活着，哪怕是躲起来，对女娲来说都是一个隐患。万一哪天他不小心说漏嘴，或者被别人抓住把柄，女娲的圣人形象就全毁了。武王伐纣的正义性也会崩塌，原来不是天命所归，是圣人派妖精搞出来的。所以妲己必须死，但不能死在女娲手里，必须死在姜子牙手里，死在周营的法场上。这样所有的罪责都是妲己的，所有的恶行都是妖精干的，女娲是清白的，阐教是正义的，武王是天命所归的。可问题来了，妲己也不是傻子，她知道自己干完这一票大概率会被灭口，她凭什么愿意乖乖认命？凭什么愿意白白背黑锅？答案就是那个承诺，成正果。女娲和她之间一定有一个没写在明面上的约定。明面上女娲说事成之后使你等一成正果，暗地里真正的交易是你乖乖去死，背下所有黑锅。明面上形神俱灭，我暗中保住你的真魂，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让你继续修行，最终修成正果。封神榜是3教定的，名额有限，都是给有根行的仙人和凡人准备的。
妲己一个妖精，没资格上榜，但女娲是谁？上古正神，补天功德之主，他要让一个妖精修成正果，根本不用通过封神榜，他有的是办法，这才是真正的交易。妲己用肉身死亡和千古骂名换一个修成正果的机会，女娲用一个暗线的正果名额换妲己永远保守秘密，还顺便成全了自己的圣人美名。说到这儿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妲己临行前要喊那句话，为什么女娲会突然出现了。很多人以为妲己和女娲的对峙只发生在逃跑路上，其实不是。路上那一次只是双方第一次摊牌，女娲演给杨戬看的。真正的考验在法场上，妲己被押到法场，看着明晃晃的刀，她心里其实是没底的。她不确定女娲会不会兑现承诺，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会被灭口，万一女娲翻脸不认人，她就真的魂飞魄散了。所以在刀架到脖子上的前一秒，她喊出了那句话。这句话不是喊给行星军士听的，也不是喊给姜子牙听的，是喊给远在天外的女娲听的。他喊的内容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提醒女娲，你答应我的正果，别忘了，你要是敢食言，我现在就把所有事情都喊出来，当着800诸侯的面把你供出去，这是他最后的筹码，也是他的保命符。女娲当然听见了，她也知道妲己的性子，逼急了真能干出鱼死网破的事。如果真让妲己在法场上喊出我是奉女娲娘娘之命来的，那一切就都完了。他之前演的戏做的切割全都白费了，所以他必须来，必须在妲己喊出更多秘密之前出现在法场。当然原著里把他的出场安排在了逃跑路上，本质上是一个意思，他必须在妲己落到阐教手里，有机会乱说话之前先把局面控制住。他亲自出手抓妲己，当着杨戬的面痛斥他残害众生，就是为了演一场戏。这场戏的观众是杨戬，是阐教，是元始天尊，是整个三界。他要通过这场戏传递一个信号，我女娲和这个妖精没有任何关系，她滥杀无辜是她自己的问题，我现在亲自把她抓起来交给你们处置，我是站在天道正义这边的。这样一来，元始天尊挑不出毛病，红军老祖那里也交代得过去，三界众生也只会觉得女娲娘娘公正无私，连自己派出去的妖精犯了错都绝不姑息，完美，太完美了。那为什么最后一定要用斩仙飞刀？这里面也有讲究，普通的刀杀不死千年狐狸精，大家都知道，必须用仙家法宝才能让它形神俱灭。而陆压的斩仙飞刀是三界公认的杀器，只要祭出，无论什么妖魔鬼怪都是一刀两断，魂飞魄散。用斩仙飞刀杀妲己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是真的死透了，连魂魄都没剩下。姜子牙放心，武王放心，阐教所有人都放心，可他们忘了女娲是圣人，圣人的手段岂是普通法宝能限制的。斩仙飞刀确实厉害，但在女娲面前还不够看。他完全可以在刀光落下的一瞬间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抽走妲己的本命真魂。陆压是散仙，无门无派，不会深究这件事，姜子牙修为不够，根本察觉不到。所有人都看见妲己身首异处，妖氛散尽，都以为她彻底死了，可实际上她的真魂早就被女娲悄悄收走，带去了某个洞天福地，继续修行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妲己明明被斩首却没有上封神榜的原因，因为她根本就没真的魂飞魄散，她的真魂被女娲保下来了，自然不用去封神台报道。说到这儿，整个逻辑链条就全通了。咱们再从头到尾捋一遍，封神大劫开启，需要有人下场搞脏活，女娲选中了轩辕粉三妖，以成正果为条件，让他们下凡祸乱军心，加速商朝灭亡。妲己心领神会，故意做尽恶事，被尽骂名，顺利完成了任务。任务完成后，为了撇清关系，女娲必须让妲己死在明面上，于是提前等在逃跑路上，当着阐教弟子的面抓住三妖，痛斥他们作恶多端，把黑锅全甩出去，再交给姜子牙处置。妲己心里没底，临行前喊话提醒女娲兑现承诺，女娲则用斩仙飞刀演了最后一出戏，明面上让妲己形神俱灭，暗地里抽走真魂，兑现了当初的正果承诺。一场交易，双方都满意。女娲保住了名声，完成了天命，妲己摆脱了妖疾，得了正果，
唯一的输家是被骂了几千年的苏妲己，还有那些惨死在暴行里的无辜生灵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妲己为什么不干脆鱼死网破，把真相全说出来？大家一起完蛋不好吗？很简单，因为不划算。鱼死网破的结果是女娲当场出手，把她打得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女娲最多就是丢点面子，被三界议论一阵子，过个几百年，大家慢慢就忘了，她还是那个受人敬仰的女娲娘娘。而妲己是真的彻底没了，千年修行毁于一旦，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。反过来，配合演戏，她能保住真魂，能修成正果，能跳出轮回，长生不老。这笔账怎么算都是配合更划算。他喊话不是为了同归于尽，是为了谈判。他拿捏住了女娲爱惜羽毛的软肋，用曝光做威胁，逼女娲兑现承诺。他知道女娲不敢赌，不敢拿自己的圣人名声开玩笑，所以他一定会赢。也有人会问，姜子牙那么聪明，他看不破这里面的猫腻吗？他大概率是看得破的。姜子牙是什么人？在玉虚宫待了40年，见惯了圣人的手段，人情世故早就练得炉火纯青，他怎么会看不出女娲的心思？但他不会说破。为什么？因为没必要，也不能。首先，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伐纣成功，完成封神大业。女娲要面子，阐教要正义，大家各取所需，互相配合就好。其次，圣人的私事不是他一个凡人宰相能掺和的，看破不说破才是生存之道。所以他最后用斩仙飞刀，看似是为了彻底除妖，其实也是在配合女娲演戏。你想让他死得逼真一点，我就用最厉害的法宝，让所有人都深信不疑。成年人的世界，大家都是体面人，互相给台阶下。还有人会问，那雉鸡精和琵琶精呢？他们也跟着一起修成正果了吗？应该是的。他们虽然戏份少，但也是任务参与者，也知道内幕。如果只救妲己，留下他们2个，反而容易走漏风声，干脆一起处理，一起明正典刑，一起带走修行。对女娲来说，多2个妖精不过是多添2笔香火资源的事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反正都要保密，多2个人更安全。说到底，《封神演义》从来就不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童话，它是一本写透了权力、算计、交易和人性的书。在圣人的棋局里，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最有利的选择。纣王是昏君，但他也是天命选定的亡国之君。妲己是妖妃，但他也是为了前程拼命的打工人。女娲是圣人，但她也会耍手段，搞阴谋，顾名声。大家都在规则里博弈，都在棋局里挣扎。妲己临行前的那一声喊，喊出的不是绝望，是底层妖精对上圣的最后博弈。女娲的突然现身，现出的不是正义，是顶层大人物的危机公关。一个用骂名换长生，一个用表演保清誉，说到底都是聪明人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当年女娲没有选中妲己，妲己一直待在轩辕坟安心修炼，你觉得以她的千年道行，最后能靠自己修成正果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